几乎全是假货，为何消费者还前赴后继争相购买？知假卖假、知假买假的情况，在我国居然有成为常态的趋势，甚至在商家明牌自己造假的时候，消费者也依然趋之若鹜。原来巨额利润吸引商家的同时，扭曲的消费观也在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为什么假货能产生如此高额的利润？消费者又为什么知假买假？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这种道理在商场上能否站得住脚？相信人人心中都有着一杆秤。虽然如今我们对商业版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越来越细化，可常年来我国市场上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山寨货以及假货。在手表产业当中，想必很多人都了解过劳力士、阿玛尼，但其实只有少量人才能辨别真伪。可以说，我国的商业市场版图中虽然有高居不下的外国品牌和家喻户晓的国产牌子，但除此之外，也有着许多难以辨认的山寨冒牌货。据了解，2021年9月，上海普陀公安分局就与广东、广西两地警方合作，查处了5处犯罪窝点，在其中发现了阿玛尼等轻奢品牌手表上千余块，涉案金额约人民币1800余万元。这些手表若是流向市场，可能如果不是极其专业的工作人员，都无法分清其原产地到底是时尚的巴黎、纽约，还是我国的某个城中村。而我国之所以一直存在大量做假货的商家，就是因为这实在是太赚钱了。由于商品的设计方案是直接仿照国外品牌，所以设计费这一大支出就不存在了。而制作相关商品的料子又使用的是较为低廉的选材，即使期间需要投入上百块的制作费用，其中可能还存在大量损耗，但只要以上万块卖出，就能够形成难以想象的利润。据了解，只要以假乱真，把产品卖出真包、真名牌手表、香水的价格，他们就可以在产业链上获得超过6倍的收益。而这也正是即使我国长期对众多山寨或假货进行打假，可仍然有许多商家小作坊愿意继续仿冒相关产品的原因。我国做假冒奢侈品的小作坊数不胜数，甚至形成了非常成熟的销售模式。虽然众多商家是罪魁祸首，但不得不说消费者也有不小的功劳。近年来，虽然假货在我国已经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仿产品也受到了相应的打击。2018年前后，我国专家就为假货以及山寨货进行了界定。是的，出乎你的意料吧？山寨货其实和假货是不一样的。因此，某些小作坊开始明目张胆宣传自己的产品就是仿造商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高级 A 货。这种 A 货其实还分为2种，一种是由原品牌生产链上淘汰下来的残次品，经过本土商家的再加工而形成的伪造品。另一种则是从一开始就是除了设计以外，所有的商品制作流程都在国内进行的山寨货。比如大家熟悉的莆田鞋，2017年莆田市正品鞋业的产值500亿元，而相关的仿制鞋业产值是正品鞋业的2倍还多。而在这些老板的精心打造下，即使他们承认自己产出的就是仿冒货，但由于制作工艺与原产品极为接近，成色也相差无几，很多人都愿意选择它们。除此之外，影响消费者选择山寨货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难以平复的攀比心理。相信不少人的朋友圈里都有朋友宣称自己知道耐克、阿迪等大牌的进货渠道，可以低价销售相应的品牌商品。虽然肯定有人真的信了，但其实大多数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知假买假。除此之外，一波又一波的炒作宣传也在激起人们的从众心理。众所周知，社会上有着一种名叫炒房的活动，而在年轻群体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炒鞋的行为。2021年，据央视新闻报道，某网站出售的建议出售价为1499元的鞋子被炒到了48889元。这种畸形的炒鞋活动怎么能不吸引机会主义者？10年前，咱们多多少少都见过大个核桃、太捷以及康帅夫等山寨商品，但如今为什么基本见不到了呢？而这就是因为我国相关的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山寨货的监督以及管控。据了解，在2017到2021年的5年时间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针对蹭品牌的案件实施了1380件的证据保全，甚至在2020年就因此发出了130份的律师调查令。既然山寨商品的结局不会善终，那纺织产业的未来又是否光明呢？
曾几何时，莆田系包包、衣裤以及鞋子都是全国知名的仿制货。而当地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成熟的纺织行当，就是因为我国在形成劳动力红利阶段，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这些知名品牌都在此地建立了产品加工厂。但正如老话说的，学我者生，向我者死。虽然莆田商家因为仿制品牌货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但随着产业越做越大，已经到了能吸引相关品牌代理商以及监管部门的程度了。据了解，2020年年末，上海警方就捣毁了莆田当地一处制作假冒名牌运动鞋的非法作坊，案件涉及金额甚至高达1.2亿元，而这些商品的制作成本却在60元左右。正因如此，莆田大部分商家已经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带动下，开始重新拾起属于自己的知名品牌了。例如沃特、洛驰以及双驰多布就是当地的自主品牌。诚然，发展自身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但这呢也只不过是为了弥补之前因拔苗助长而形成的遗留问题而已。毕竟成熟的产业靠的不是过硬的商品制作技术，也需要在产品的设计以及市场营销方面进行投入，付出足够的细心。谁都知道，口碑是在消费者群体中积累的，不是商家说有就有的。只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后才能让人觉得，原来咱们不仅能做其他品牌的制造工厂，也是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链的。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